的观众朋友们，3位老师以及台上24位女嘉宾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叫郑光瑞，今年28岁，我来自北京。郑光瑞，欢迎你。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。24位女生对郑光瑞印象如何？请考虑。请选择。谢谢大家。3号。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气场，你见他第一眼就会觉得这个人合适。然后我就见男嘉宾第一眼觉得你不是我想要喝的那杯茶。谢谢，没事儿。1号。各有所好。那您有没有肌肉的？你要我现场脱了试一下？不是，我就是问。有，没有人鱼线。人家有没问到呢？那个尺度。来看第一条片子。我现在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商业区开了一个冰淇淋店。虽然这个冰淇淋店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它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创业。我叫郑光瑞，08年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，我只身来到北京，为了我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去努力。我想你们不知道，我原来高中的时候跟女孩说话都会脸红的。为了克服自己这个缺点，我参加过一些选秀比赛，我也当过音乐老师，我甚至干了销售的工作。它确实让我开朗了很多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要想抓住自己的未来，一定要自己做一番事业。正因为这样，才有了我自己的冰激凌店。大家知道吗？冰激凌是每一个女孩失恋疗伤的必备的良品，以它的甜去填补你内心的苦涩。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心灵疗伤师。不仅如此，我能为现场的女孩量身设计冰激凌。大家猜猜，她们都是谁呢？你说的是最后画面当中那3款是吧？对，没错。我能猜一下那个黑的是给小德的吗？对，他今天没来。哦，另外2个呢？另外2个可以猜一猜吗？让女嘉宾们。13号，你觉得那2个是给谁的？因为你特别聪明。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？可以，我可以为你量身定做一款。它是适合什么口味的那种？甜美，就甜的腻的那种。倒不腻，不腻是吧？又甜又有一种诱惑感，让人不断的想去尝试它。我想问男嘉宾你一个问题，你说那个你的冰淇淋是女孩就是失恋之后的疗伤良品。对。那人家失恋了之后，你还使劲给人家吃甜的，那人家发胖了就更找不到男朋友啦。13号干嘛呢？是在针对我吗？什么叫做发胖？对呀，你看你多不会说话呀，得罪人了吧？打击我自尊的。其实冰激凌这东西，每天少吃一点，它是不会发胖的。啊，这个你开这个店，你当然这么说，对吧？我要卖猪头肉，我也说吃猪头肉绝对不会发胖的。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这个说法？失恋了之后吃冰淇淋，你们都同意这个说法吗？我同意。11号同意是吧？是，然后还有蛋糕呀、巧克力啊。我当时失恋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没少吃，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就是压抑的心情会得到舒缓。那失恋之后不是应该吃不下、睡不着吗？应该都瘦吧，大部分。还有，我觉得除了那个就是生理的那种解释之外，心理上的可能是，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女孩吃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一般是比较压抑的，怕发胖。那失恋了以后有点儿，反正我也没男人了，放肆的，我就吃吧。还有没有哪个女生可以说一说，你们失恋之后吃点什么东西，吃下去之后对疗伤比较有好处？我想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6号。鸡汤。你又没有谈过恋爱？可是我常失恋啊。反正你暗恋别人没成功，你就喝鸡汤。因为我以前送鸡汤给人家喝过，后来他觉得很好喝，我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就是想念它的味道，然后就煮了一锅竹笙香菇鸡汤，
然后煮的浓浓稠稠的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喝掉了。然后就心里就痛快了。也只能这样啊，就是好好喝鸡汤补补啊。是。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推荐的？聂倩。失恋的时候我会吃很多辣的跟甜的，因为一吃辣我就想吃甜，一吃甜我就想吃辣，而且越吃越辣，就把自己辣哭，哇，好难受，身体难受，就会忘了那个失恋的痛苦。好，用一种痛苦来替代另一种痛苦。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店另外一个产品。你是来找女朋友的，还是来介绍你这个店的，是吧？好，看下一条。回想起我的初恋，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挺奇怪的一段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何况我的初恋还是我一个好兄弟的女朋友。想想我们在一块儿有3年的时间了，分分合合，他碰到了一个他认为比我更成熟的一个男孩，就把我踹了。但事实证明，那个男孩是个花花公子。受了伤的他，后来又回头找我，我一直处于一个护花使者的身份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一个备胎。其实我觉得，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过得开心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还有更怪的是，我第2、3段感情都出奇的相似，惊人的短，都维系的只有7、8天。也许是因为现实方面的因素吧，所以我现在想认认真真的找一个女孩。谈一场长长久久的恋爱，直到一辈子。我还专门设计了一款冰激凌，我管它叫做蓝色多瑙河。蓝色代表了清新淡雅，白色代表了纯洁，流线型的杯身代表了高贵的气质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心目中女神的特质。你会是那个她吗？来，做我的老板娘吧。有一个事儿啊，得先说清楚。你的那个初恋，是你从你那个兄弟那儿生抢过来的呢，还是人家完事以后你续上去的？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初恋是发生在高中高2的时候，当时高1的时候，我跟另外一个哥们儿，我俩关系特别好了，在一块玩。后来他喜欢那个女孩，他追了，追到手以后好了有2个月吧。他跟那个男孩分了以后，托别的朋友给我写了一个小情书，就说是2天后在某一个地方去见他。明白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姑娘是弃暗投明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算是吧。我觉得这基本上根本算不上什么兄弟的女朋友。高中的时候2个月的交往，哎呀，顶多就是说异性同学那个关系要好一点儿。我觉得黄老师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没有底线。不是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，因为我女儿就是个高中生，或者我自己经历过那个阶段，包括上大学的时候，班上那女同学、男同学就是那么交叉着好过的。哎呀，你们那个班上好令人羡慕啊！就从这个，我当时后悔没有好好念书。一个高中生，然后还不知道什么叫谈恋爱，然后就是说，那咱俩放学一块儿走了2天，大家就说他俩在谈恋爱。然后我跟他走了2天，我觉得就换人走走呗。对，这就叫啊，他的女朋友就变成了怎么抢朋友的。那我们能不能判断你那个时候经常跟不同的男同学换着走走？没人肯跟我走，我倒是想来。就是人家那么换一通换都没换到你头上啊。所以看我人品有多差。23号，男嘉宾你好。你好。你心目中女神是什么样的呀？给人干净、透彻、清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有点类似于刘亦菲的那种感觉。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外貌。哎呀，那是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我看的死的最倒霉的一个男嘉宾。这不能播，这不能播，这播出去了，这个娱乐版他会说，你们是有多讨厌那个谁啊？哎，他说的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吧，其实你就学到一个经验了。你在描述你心动女生的时候，你用多么夸张的不着边际的词都可以，形容词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说那个。不一样。来过无数人说我要找，比如说像范冰冰那样的啊，什么也说过，我要找那个什么白娘子也说过。人都好不了。你也说过。也好不了。刚才好刺激啊！姐姐。对，我只是说是外形给我那种感觉，但是最终
还是要看感觉的。哎呦，你就说内涵那样还好点，尤其外形。大家灭的太快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。对，你别说你，我也没缓过神来，吓着了。你让我先捋一下，这到底是就一句话，就一个都不剩了。你要第一条片子就说这名字的话，那你就。你死的也太那什么了！以后想要坑害什么男嘉宾，就直接说：“哎，你对刘亦菲是什么感觉？”50%的概率。这是一个人生特别难得的一个体验，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谢谢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觉得没有白来，我也不后悔。我觉得小伙子挺不错的，就是意外，那是一个意外，真的。莫爷爷，不好意思插一句，他能说一下那2个冰激凌是给谁做的吗？我好好奇啊。白色上面很卡通的那个给郑仁安啊，还有一个是给叶莲娜。郑仁安的为什么是白色的？是维尼熊的那个软糖吗？对，上面有。我最喜欢吃那个软糖了，我上礼拜还买来吃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就爱吃。好，就喜欢爱吃的人。好，再见。哎，等一等，留步。有2位女生站起来了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王琛，今年24岁。就是我非常喜欢吃冰淇淋。我大学是学艺术设计专业，我可以为你设计精美的宣传册，还有那个冰淇淋包装。哎，这还不错哎，共同创业的那个。对啊，对，这位。我叫严雅芳，今年28岁，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。啊，你也是设计师啊？对。呀，有竞争了这个，2个人都要设计包装，都设计那什么的，怎么弄啊这个？来。然后我希望能够尝到你的那一杯蓝色多瑙河，谢谢。没问题，你决定吧。2个人当中，你可以牵手一个，也可以自己走。能成为你的蓝色多瑙河。这事儿闹的，2个姑娘都学一个专业的，都爱吃冰激凌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弄这个？我还是选择今天蓝色的，穿蓝色的。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景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？我很喜欢男嘉宾，然后我今天也穿的是蓝颜色的衣服嘛，然后我看他说蓝色多瑙河，我就很想成为他的蓝色多瑙河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就对刘亦菲这3个字反应这么大，全密我了灯。不过我运气特别好，我牵手到了我的蓝色多瑙河。当时他说到女神是刘亦菲的时候，然后台上女嘉宾就把灯迅速的灭了。然后其实我当时第一个感觉还是挺高兴的，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牵手男嘉宾了。我会努力的发展自己，让我身边的这位蓝色多瑙河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